日本数位讲见适当好，过后才认证各种原因，天天的无按发展的5次封查。一直到1999年9年的大天通，中台湾受到动态伤害过后，其中一个重灾区南投县5次乡，在地居民2002年就用封查做地方产业再造的主题，有100个机会带动地方经济。后3年就海卡上海流到家乡。目前转家乡种茶、做茶，延续5次的封茶产业。来看记者邱一华、卢欣赞嘅报道。将贵延伸的报道实在，在37度暗高的温度下，请看得到木竹，两只树无限恻差的，在茶树面摘一心两叶。太子，你摘茶摘了多年了呢？7、8年嘞。哟，对18岁摘到18岁。没啦，人家都60岁啊，那18岁。采完就好了，加油！采完才可以回家啊，没有采完的都不要给我回家，我跟你讲。一条太子拢是5次乡封茶街，一定多人上去抢到来，请位摘茶的人上去抢到技能，要先排队等。一下摘茶最老的伊多岁？唔认识的呀，伊多岁？认识的，俺班的还72岁，75岁有啦。用72岁还唔退休呢？佢还未摘啊，还伊未摘啦，佢摘封茶还伊未摘。一下係咩摘茶的人越來越少，越來越少。係，你叫來見退休咧。有冇人愛摘嘅呢？老嘅，你跳下西了。啊，大家攏過啦。是睇日本數嘅一定係呢5次嘅封查，喺7、8、0年代，因為各種嘅原因，有一段時間唔係清好，茶一時咧就會像一條太子樣嘅，定定愛退休嘅。我们不是有没落一段时间吗？就80年代的时候，国人的饮茶习惯有在改变，而且我们的茶并没有那么足量的生产，因为以前交通环境不是那么好嘛，所以他们会离家，然后去比较大型的工厂，因为那时候农业转工业嘛，才有稳定的收入。我们这边就剩下老年人，慢慢的茶的竞争力还有产量都在下降嘛。9年過後，受到傷害一定嚴重嘅中台灣，各個行業攏定定去發展。5次鄉就用封茶來做振興地方經濟嘅重點，將茶園趕過來，又將封茶同公共結合起來，安尼增將地方嘅產業天天呢又帶動起來。一葉養百業，其實你就是很多從業人員嘛，包茶也是嘛，觀光行銷啊，甚至飯店啊，那相關的還有連製茶，對，那都會相帶的影響。就像你們來日月潭，我一定說一定要喝紅茶，對，就是一個代表性。不過也按多年對中國內嘅觀光客以下嘅感受會一定多，會影響到5次封茶產業嘅發展麼？20歲對學校嘅畢業就直接留喺家鄉。加布卡茶工廠的投入作為葉盛同講，也沒有啊，就是大家就賣台灣人這樣子啊。那其實我們日月潭18還算蠻熱門的哦，因為我們其實這邊的產量都一直是供不應求。喺做茶嘅太熱，製茶廠配茶機器，配茶就配冇停。葉盛同就會喺34度暗高嘅溫度當中工作一定長嘅時間，去打咩強而配走嘅。怕熱就不要進廚房，這樣子，對，就是要啊。雖然做茶真辛苦，葉盛同實係對封茶產業真看好，不過佢咪直接講，又熱又甜嘅工作環境，可是會有千多人唔想去做，故所看過未限制嘅產業嘅發展。我們整個魚池都在找工人啊，就是如果你要做有機的更困難啊，有機的你沒辦法噴藥、噴農藥，或者是說去除草這樣子，一定要人工去除啊。點講今日就冇入做下，喺5次鄉嘅鄉茶行就有3個後生人，
唔惊辛苦的把在真的工作室，其他种茶，其他做，爱做出其他上爱的茶香。这个茶叶不知道涨不涨得上来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这个现在雨水跟那个肥力应该都还够。大棚做茶有限的时间，佢到家乡做农业有博心同犧牲權，來到茶園隨隨看看啦，茶樹成長的情形。9月的雨水可能会，今年的雨水可能会比较多啊，所以最近做的茶都比较淡。这过去2、3年好像都这样子，水太多了。看到對面的山頭起霧雲呢，雲天天呢陰鼻過來，2個人就開始寫話，就驚啊會下太雨影響做茶的品質。哦，那最近雨水太多的情況下，什麼茶都好不到哪裡去啊。因為水多的話，那茶葉它的香味啊跟濃度就會下降。如果芽點一旦沖太多出來啊，它養分就會分散。然後它的根部會吸太多水分啊，那它那個茶葉的養分就會一直全部分散掉，然後稀釋掉，茶葉就會滋味稍微比較淡薄一點點。出嚟캠谷喺極端氣候下，動作過後，一定只會向內谷波太熱，喺唔止發展紅茶產業嘅難為一個難題。就算安尼，本但搶睇買茶嘅有博心，還係唔驚挑戰呢。佢到落步開始學種茶做茶。我從源頭做回來啊，我整天在跟別人講，就是這個茶葉多好多好，或者是它是怎麼管理的。可是我自己並沒有去實際的操作，所以啊，反正我們本來就是在地人嘛，我們老家也有田，荒廢的田，我們就來種看看吧。有博心講，後生人係要上愛回到家鄉工作，也下係最好的時節。哦，因為現在剛好是到了我覺得老中青的一個交接點。最近有很多的老農，我們其他的產業也都一樣，就是像我們茶園有很多老農啊，他們最近都有釋放很多的茶園出來啊。現在農業大家都沒有人要走的地方啊。人少的地方，你往那邊走就對了。農委會或者是上面那邊都給蠻多補助資源的，或者是用一些收購的方式來支撐青農返鄉的產業。因為政策的支持，5年前佢就簽好大嘅推廣，加係10個萬，含車位犧牲權，含個足浴室2位好朋友成立嘅工作室，其他做茶，其他賣。我們就是在幫很多茶葉品牌商把關的源頭，算上游吧，我們就想辦法把原料顧好、顧安全，然後把茶葉做好。茶廠喺一落到工作室就開始無日無夜做茶，唔過佢講做茶雖然辛苦，是愛感恩同室內幫帶來做，將事情做好來。其實工種比上班還過癮一些。因為現在走的都是精緻化農業，其實跟我們在外面的很多商品是一樣的意思。我們只要把這個農產品顧好，那稍微累一點，比你去上班累一點點，其實你獲得的東西可能都會比你想象中的還要多。人多年佢哋做茶，喺比賽當中弄得到嘅唔係難嘅成績，有博心就直接講，有得將佢哋嘅茶做個好賣。每天有成就感，證明呢，佢現在過來工作係錯嘅。那當這個原料從你很辛苦的種植，到你很用心的去研究這個東西怎麼製作，到製作的好的成品，到賣到一個好的結果啊，比如說我們今年豐收，那價格也都賣得很好出去的時候，我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有一種很滿足的成就感。人講要種茶，唔當要做茶。唔過茶做到啱好，唔會賣咩冇好。茶按樣嘅能賣嘅好喏，第就係愛會泡茶，按過來就係會講茶，而將每一杯茶根本是非常了解。最厲害的是泡茶的人，還要會講泡茶很重要，
而且你要了解每一个茶、每一个季节的那个特性。就是日月潭4种红茶来讲，最轻柔的就是日月潭原生种台湾山茶，是它的喉韵是最好，它喝起来就是像那个大地森林的感觉。18号是台湾山茶跟缅甸大叶种红茶培育出来的那个品种，经过我们茶叶改良厂那个专家50-60年的研究啊，所以18号现在成为台湾香，它就是有那个天然的那个薄荷肉桂香。台茶21号鸿运红茶，鸿运红茶它的品种香气就是柑橘柚花香，又有那个蜜香，然后又有一点那个木质香，所以它的香气是很多元的。阿萨姆红茶那个是从印度阿萨姆省那个带进来的茶，然后它是我们4种茶里面它是最浓郁的。如果要加味，阿萨姆是最浓郁，所以阿萨姆是最合适的。将黄池乡最有名的4种的红茶的特色，含过品种的香味，讲到清清楚楚、有来有去的王立山，原来是开补习班的。少子化，然后补习班的学生越来越少，然后竞争越来越多，然后家里面因为从小这里就是那个红茶的故乡，所以然后我哥哥又是日月老茶厂的副厂长，然后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他们都有种茶。9会之后，这里的红茶，整个红茶产业都出来了，然后是越来越有名。所以我是从什么都不懂开始学。你看像这样子就标准的1心2叶，有时候那个采茶的它多了1叶，你会发现这个梗硬硬的，对，所以很挑剔。王立山他又在民国100年将回到家乡做红茶的产业。虽然一开始佢嘛嘅路唔晓，不過其實清清楚，產業愛長久嘅經營，名聲同信用係最重要嘅。故所佢對年頭托茶廠就信任。一定是1心2葉啊！有時候慶幸那個，有時候那個採茶的那個婆婆啊，還是小姐，他們採的時候，有時候第3葉我會採下來。如果比較老，那個就一定不行。可是茶青的顏色你也很在意，對不對？茶青的顏色，對，茶青的顏色就可以判斷它那個施肥施的多不多，所以一定要找那個信任的農民嘛，他就不會常常就施肥啊，因為那這樣子茶做起來就不會香啊。我佢講用做茶愛按羅數3托4托，係味道會得獎味，佢講係味道安全。紅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嘛。安全性一定要很安全，即使你是那个慣行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無毒，然後這樣子消費者也安心，我們自己也安心。將漳做好的茶拿來批看下，又配到佢上愛的品種項目。王立山講，要做出一瓶好茶，除咗用心，運氣咪真重要。天時、地利、人，社會好都是唔得。18號你剛剛喝了嘛？會不會太濃？有一點。有好茶未愛賣嘅出去，會泡會講就一定重要。最主要是要讓客人懂你的茶。第1泡我一定泡很淡，然後讓客人先去適應我茶的感覺。第2泡我知道他泡濃，他喜歡濃茶，我就會時間久一點，然後讓他去感覺到它的那個濃度啊。才會有深淺的感覺。因為知道黃池鄉的紅茶產業有好光景，王立山、葉盛堂、韓國有8省同家嘅盤稱，弄選擇留喺家鄉。用心的做出一瓶好茶，為黃池紅茶的甜味和個香味傳遞下，安尼地方的產業將會迎來應有春光。